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我。明天见啊，拜拜。刘婉，我今天先撤了啊，我这个脖子有点不舒服，我找人去按一按。哦，那你去吧。你也别太晚了啊。早点撤吧，明天的事情明天再做呗。怎么就你自己啊？你团队人呢？海璐姐，神之山海好不容易可以正式推进，原画要对细节要落实各项需求，还要联系人。天火还带节奏说我们没有新的游戏，江郎才尽。我就想着能多做一点是一点嘛。你看起来压力很大，别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扛，啊？是有一点。天塌了还有个高的顶着呢，事情一天是做不完的，下班了就是生活时间。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干杯！干杯！冰糖的。海璐姐，其实我之前在夜店的时候见到过你，没想到你私底下是这样的。我以为你是一直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情绪稳定，不会出错的那种人。可是，一直做那样的人很累的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周围的所有人都在夸我厉害，可没人在意你是怎么变成这样。我忽然间就彻底想明白了，工作是用来换钱的，人生才是自己的。但是你在腾达的这种工作模式，应该挺开心的吧？你之前在哪上班的呀？你很喜欢腾达吗？喜欢，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那如果，我是说如果啊，有一天你突然发现，腾达，或者说是裴总，跟你想象的不一样，你会失望吗？嗯？这是个假设，
不可能啊！哎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天火之前来谈谈挖人的事儿吗？我本来就是想打探一下到底什么情况，我就跟猎头聊了2句，结果聊着聊着，他要跳槽来腾达了。我当时就觉得，原来腾达这么好，我觉得他不可能变的。是吗？之前裴总在天火的时候，我其实去找过他。他是真的在天火上班啊，是纯上班的那种，总不可能是为了去挖魏哥吧？回来之后就变得很反常。海陆姐，你不好奇吗？我做好我的工作就好了呀，不用太好奇。你是他的特助，应该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吧？林婉，凡事不用太认真，谁都有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。走，陪我去啊。这现在专车不让干，那还有什么赚钱的路子呀？需要代驾吗？要啊，要代驾。你的车在那边吧，跟我走，慢点啊。帅哥。喂，哎，谦儿，我昨天晚上又想了一宿，还是没找着新的投资蓝海啊，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啊？哎，好的 ，OK， 没问题啊。喂，裴总，我想了想，《赌冲总裁》是飞黄影视的第一部作品，必须得质量过关，打出名号，所以我想找最好的班底。好的 ，OK， 没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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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裴总，《神之山海》角色 PV 小样发您邮箱了，您看了吗？是否可以通过啊？好的 ，OK， 没问题，全都好的 ，OK， 没问题。裴总怎么说啊？好的 ，OK， 没问题。又是一搞过。喂，又谁啊？叔，你在哪儿呢？什么时候到？等你半天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CC 代驾为您服务，您在哪呢？路边等着呢。哦，来了。林婉和你们的想法是真的好啊！我本来设计的还特别常规，但有了你们做参考，这人物一下子变得别出心裁，特别鲜活，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。哎，不对，你这是夸还是骂呀？从地里长出来的是吧？啊，来，问你，这个，啊，这个小胖子是以我为原型的吧？为什么要叫旅行者啊？都神之山海了，还要我旅行啊？我这也太惨了吧！你是不是针对我？抱歉，宝哥，不知道为什么一参考到你，我就想到旅行。但你不要小看他，他很厉害的。哦，我们希望《神之山海》是一款创新的 MMORPG 游戏，玩家可以切换不同的角色探索世界，选择不同的职业和策略来挑战副本。比如，这个旅行者来自东方，是战斗力强大的法师，拥有一项独特的被动技能，名为“迫不得已的旅行者”。这项被动技能的具体表现为：只要旅行者原地不动，不需要使用回血道具，血量和蓝量会快速回满。
当旅行者移动时，它的血量会持续下降，但狂暴值会持续增长，满格后进入狂暴状态。不动就回血，一动就狂暴，这个简直就是我嘛，我本人啊！来，我们看下一个。哎，哎，阮光剑，你这个人物是参考你自己吧？你作弊啊，把自己弄那么帅。哎呀，这怎么能叫作弊呢？你也不看看林婉起什么名字，风之墨客，这么潇洒，不帅，你觉得合适吗？风之墨客是一名书画家，也是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侠客。他将生命融入画作，过着隐士人生。风之墨客的武器是一支大毛笔，通过狂草笔意唤出狂风。峨眉高出西极天，罗浮直语南冥连。明公一丝挥彩笔，驱山走海至眼前。哎，这不对啊！我怎么感觉这个角色比我那个角色强那么多了？不会啊，每个角色都有强招，都有弱点，相生相克。啊，要说这一版最强的人物，还得是……其实我设计这个人物花了最长的时间。首先，这个角色的定位是一个坦克，能为团队里的人遮风挡雨，扛下一切。其次，他的被动技能是受到攻击的时候能迅速提升防御力，而且撒金币变成可以攻击敌人的主动技能。最后，正义守护者的大招是自我鞭策。正义守护者，这个人物的介绍，我怎么听着越听越亲切呢？以这种撒币的数量和速度，我基本已经猜到是谁了。哎喂，哎，你等代驾是吧？哦，我拐个弯马上就到了。你好，您是《独宠总裁》的作者吧？叽叽喳喳。我来了。叽叽喳喳。啥玩意儿？啊，不是《独宠总裁之偷偷爱上你》的作者叽叽喳喳吗？咱约了在这儿见嘛。什么叽喳？有病！
不熟悉？你俩怎么在这儿？你俩喝啥？我请。我们就是叽叽喳喳。我们写裴总和林婉的小说吧。你们就是叽叽喳喳，怎么不早说啊？我们是怕裴总知道了，怪我们上班时间偷偷写稿。不会，他肯定会理解和大力支持的。哎，好的 ，OK， 没问题。OK 的。哎呀，咱都自己人啊，我就直说了啊。找你们来呢，主要是独宠总裁啊，不太好找编剧，厉害的呀，基本都没有档期；不厉害的，不厉害。我就想问问你们二位能不能自己改？我们有朋友做编剧的，才干几年就已经颠了。听他说，只要识字的，就觉得自己能给剧本改意见。我们在腾达赚挺多的，干嘛要吃这种苦啊？而且我们本来就是以很配的一对朋友为原型写着玩的，虚构一个故事，赚点裴总的版权费就行了。对，这样啊，主要是我这也不太好去找人啊。哎，黄哥，你不是也批评写过那个马是你吧？马都标。哦，反正就是你啊，你也有个创作经验了，就自己写呗。我们授权给你，只要男女主的 CP 名还叫千言万语就行。对，千言万语。千言万语。来，张导，我们再喝一口。裴总这是？他刚才回微信了，马上就到，路上有点堵。裴总你好，我帮你停车。本职工作还是太影响大家了。到了，又不好意思啊，裴总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裴总，裴总啊，这位是庄大策导演。哎，庄导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久等，我上一单实在离得太远，耽误了几分钟。上一单是？上一个单位啊，我在别的地方开会啊，能理解，我有时候开会也是开一天。来，坐。哎，坐。四宝，我们这个戏的项目情况，你都跟庄导说了吧？啊，项目书啊看了啊，小说呢也翻了。咱们这个项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格局太小，缺乏亮点，平平无奇的小甜宠，很难有什么竞争力的。那庄导，怎么样才能有竞争力呢？电视剧有3大要点：痛点、共振、话题。内容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题材，要让观众感受到情绪的痛点，感受到共振。痛点？谁的痛点和谁共振？我建议啊，把咱们这个项目改成科幻。世界观越宏大越好，
投资越巨大越好，评级最少是 S 加。现在的市场啊，已经没有腰部项目的空间了，而且最起码3季连拍。庄导，我们这小说的名字啊叫《独宠总裁》，好像做不了那么大。您看，要不我们回归故事本身，讲好一个情感故事呢？名字那就是个代号，可以随时改嘛。重要的是敢为人先。我拍剧这么多年，我早就看透了，现在的电视剧市场，甜宠啊最没有前途，必须做爆款，而且必须得做科幻。你们知道我认字以后看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吗？《飞碟幻想》啊！所以我拍科幻，我最在行，我是最有感觉的。用最先进的拍摄技术，横闯影视行业的蓝海，做第一个吃龙虾的人。这么跟你们说吧啊，咱们这部戏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 AI 总裁之陪你到宇宙尽头。怎么样？好吧？没问题吧？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嗅觉。我上个厕所去啊，裴总，我就为了等你，我喝好几杯了。你们先聊。裴总，我觉得这个庄导有点不太靠谱啊。我不是让你组最好的班底吗？你怎么找到他的？我想着这是飞黄第一部戏，名号一定要打响。我找的导演呢，都是有过代表作品的。哦，之前找了赵导，赵导答应的好好的，结果他播了部戏爆了，就马上就不来了，微信都不回了。后来还找了这个刘导。这个豆花网上说他更不靠谱，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可别的导演就更难约了。这庄导呢，现在看时间上还算合适。现在他们哪那么多戏拍啊？是啊。哎，要实在没合适的，就他了。裴总，刚才这庄导说的跟原著小说写的完全不一样啊，它不是一回事儿啊。裴总，我上个厕所，我瞬间脑子里全是画面，灵感全来了。相信我啊，一定要相信我，咱们这个项目肯定能达成。哎，我们刚刚也商量了一下，希望在保证原故事的精髓的基础上，我们无条件支持您的创作。电视剧行业就需要您这种有魄力、年轻有为的制片人。我觉得咱们这个项目一定能在电视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怎么样？制片人可发话了啊，你必须好好配合。那裴总，我先干为敬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一会儿还有工作，我要喝酒就犯法了。犯什么法？我以茶代酒。哎呀，行，来，瞬间我就兴奋了。来，哎，干啥呢，老黄？蒸桑拿呢？马总，哎呀，没啥。哎呀，别提了。咋了？我那项目《独宠总裁之偷偷爱上你》，导演定了。这不好事吗？可我刚写了个大纲，导演看了一眼就让我马上定演员。他说这项目要是想成，就要定国内一线演员。哎呀，一线演员，独宠总裁这名儿应该吸引不到一线演员吧？哦，对了，他把名字也改。哎，那行，改叫 AI 总裁之陪你到宇宙尽头。没事，马总你想啊，不上火啊。联系这么多艺人的经纪人，一个感兴趣的都没有。也是，都有名有姓的，谁会对一个3季连拍的 AI 总裁之陪你到宇宙尽头感兴趣呢？你就这名起的，
像贯口似的，我得行啦，还是有一位感兴趣的。谁呀？陆之遥。他对咱们这故事感兴趣啊？啊，他对咱们的片酬感兴趣。那演的不行啊！这人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《私藩》，他就是。那还有人选吗？没有。陆老师，两位经纪人老师，他叫天天。天天 ，Mandy， 我们又见面了。黄总啊，你知道的，我们家阿瑶之前接的都是电影项目，很少接电视剧的。但鉴于之前呢，我们合作的还算愉快，所以打算给你这次机会。那真是太感谢了。啊，不知道陆老师有没有看我们的项目书和故事大纲？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们都看了，阿瑶是觉得呢，这个故事的视角有点问题。陆老师，有什么问题，您可以畅所欲言。AI 总裁这个戏剧核心是总裁，你们视角却是从女主出发，这不合理。这个戏恋爱它不是重点，重点要讲清楚总裁的成长路线以及他将来如何统管整个宇宙。哎，等等，总裁怎么统管宇宙啊？爱情这个主题太过于狭隘了。你们这是一个科幻片，科幻片将来一定会探讨宇宙的奥秘。人工智能，看过没有？啊，里面主角形象就很适合我，参考一下。你没看过吗，黄总？我们那朋友小德勒演的。网上都说裘老师很像我们阿瑶，应该请他来演翻拍吧。有道理，是啊。而且超话里的粉丝都这么说，是吧？对啊，就是。裘德洛。注意看，这个男孩叫小帅，他是世界上第一台情感机器人，但他的外表和真人没有任何区别，就连言行举止也与人类如出一辙。剧本我们都看了，第一，故事底层逻辑有问题；第二，这人物的多面性不够，前6集没有抓手，一旦失去这些抓手，这部戏是否能走得更长远，我是保持怀疑的。那你对前6集的具体想法是？这一开始还是挺吸引人的，但是到后面啊，桥段一直在重复，这个编剧他根本就没有认真想，但确实你看这个本啊。它一直都是一个梗，全是那种开金手指，疲惫感很强的。你让我们演员怎么演？而且你这个前期的设定和后期的走向是完全割裂的，科幻还是太小众了。不是小众，不瞒您说啊。哎，导演不好意思啊。喂，王导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对，我是 Mandy。啊，您的剧本我们是看了的。啊，我个人是有一些想法的。第一呢，这故事底层逻辑有一些问题。第二，这前6集啊，人物的多面性不够，没有抓手。这一开始还是挺吸引人的，但是到后面啊，就越来越重复，全是开金手指，就会让人疲惫感很强啊。而且你这个前期的设定和后期的走向是完全割裂的。哎呀，纯爱还是太小众了。不是，这是啥戏？说的是咱们戏吧？不是，但是说的都一样。其实我回去想了一下。咱们这个故事更适合做成玄幻题材的，《权力的游戏》看过没有？啊，看过。我就想拍个那样的。注意看这个小帅，他是一个北京的保安。有一天，他遇到了一只夜鬼。啥文化水平啊？全游是魔幻，不是玄幻。北境魔尊之3生3世只爱你，好名字。淄博啊，改了好几个晚上，都是按你们意见改的，给他熬的呀。
你们看啊，现在这年头，我们也不能只是为了自己拍戏，那总是要看看市场的动向。是。我看这2天粉丝反馈说，现在做玄幻的太多了，观众早就看腻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本子升级一下，做个魔幻题材？考虑一下。注意看这个小帅叫马洛，他从基层做起，曾任天庭御马监管事，后任天津蟠桃园副园长，因工作失误借调五指山从事山体调研，最终担任西天取经负责人。写完了，我终于写完了。不是，咋就一直不接电话呢？喂，曼迪，我已经在我们的私厨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到？黄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阿瑶的新电影马上要上映了，他以后就不光是走流量，所以咱们这个戏不太符合阿瑶的规划，我们阿瑶就不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来电话了，晚点再聊哈。曼迪，咱不能这样，什么情况？来不来啊？来不来？陆之遥不接了。你们这行水太妈深。又黄一个。我他妈像条狗一样，我没日没夜的写剧本，结果他不来了。他不来了？裴总啊，我们开不了机了呀！开不了机了？还不哈？四伯，啥时候开机啊？四伯，你冷静一点，四伯，我们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嘛。他来不了，我们就换个男主角嘛。换不了，裴总，换不了，没有人了，没有人了，素人了。素人好，素人好啊！哎，谁说素人演的就没人看？重要的是演技嘛！我这有一个有梦想的好苗子。谁呀？就之前来圆梦创投推荐自己那个叫石火的。石火，这小子确实没什么名气，也没演过什么正经戏啊。但是他最起码不改剧本啊！你那女主角叫什么来着？莫珊，你愿不愿意跟他搭呀？愿意，肯定愿意。我告诉你，经历了陆之遥那个货以后，这莫珊给我发微信说，我演哪一号他都愿意跟我演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就定石火了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四伯啊，你这个头，还有你这个胡子都该弄一弄。不然看着像个野人。您有新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这个好。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多人啊？素人啊，有多素啊？导演，说实话我也没见过。我听马总说呀，特别素，纯素，能行吗？不知道啊。庄导好，黄总好，马总，这位演员就是来试镜我们男1号的演员，石火。哪位呀？不是，人儿呢？不这个。好，停，可以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个这位壮士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台上。2位老师好，3位、4位老师好，还有那边远处的老师们，大家好。
我叫石火，我的梦想就是要石火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是一名演员，请记住我的名字，石火。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那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好的。导演演什么？那咱们就随便来一段好了。没问题。请问这个想表达的是什么？我在牵马。还有吗？还有。那这个又是什么呢？我在仙莲等公主下车。还有吗？还有一段比较走心的表演，我酝酿一下。不用酝酿这么久吧？咱们可以开始了。我演完了，导演。啊？那这个演的又是什么呢？我在和1万名将士们目送主角离开。还有其他人吗？导演，要不你再跟陆之尧好好聊聊。不错，特别好，就你了。对了，导演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就是下一个陆之尧，你一定比他还火，石火。哇哦！哇耶！跟裴总汇报一下吧。您好，是您叫的代驾吗？哎，稍等啊，我这就500米了，马上到。代驾？不是，这不都全都乱了套啊！月光温馨小露台，云朵作祟，不明不白，流光溢彩，统统绕开，影子交错，拍一拍，笑声不断，狂风将来。谁先翻了童话船？晚风白烂，生不安。布满沙滩，偷偷扬起小帆船，不见梦中那片海，唯有等待，挂满对岸，搁浅的光也温暖。划走灯塔更璀璨，不过是在此口
这是我的童话。